广大影迷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视聚焦频道，希望大家喜欢并点赞和收藏。权力谋杀真相，肖申克的救赎揭露司法的黑暗。在《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里，主角安德鲁受到司法不公，被判无辜入狱，这本身就不应该歌颂。无论他在狱中如何坚韧，如何励志，又如何赢得了什么友谊，其实都不值得歌颂。去你妈个什么励志，什么坚韧！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必须揭露司法黑暗的本质，彻底批判司法的不公，引发全社会的觉醒。一、独特的切入角度。电影以银行家安德鲁·杜弗雷尼的错误定罪为线索，引发了对司法制度的深刻反思。片中，安德鲁无辜的入狱，他所遭受的不仅仅是监狱生活的艰辛，更是司法黑暗的禁礼。这一切将观众从舒适的现实中唤醒，让他们瞥见了权力腐化的恐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以银行家安德鲁·杜弗雷尼 Andrew Dufresne 被错误定罪的情节为切入点，呈现出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司法制度中的不公和权力腐败。这种切入角度不仅引发了观众对影片情节的共鸣，更是引导着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对司法制度是否能真正实现公正和正义的质疑。安德鲁·杜弗雷尼的错误定罪成为整个故事的核心，将观众置于一个充满不安和疑虑的氛围中。他作为一个无辜的人，却遭受了不应该承受的痛苦和折磨。这种不公和错误，无情地展示了司法制度中的弱点和腐败，令人们深感不安。观众通过安德鲁的经历，感同身受地体验到了司法不公的可怕现实，引发了对司法机构的怀疑和质疑。影片通过这一独特的切入角度，探讨了司法制度中权力腐败的本质。安德鲁无法从自身的力量和正义来摆脱错误的罪名，因为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被滥用，导致了他的错误定罪。这种权力腐败的揭示，让观众看到了司法制度中隐藏的黑暗面，引发了对司法公正的反思。影片强调了权力的滥用如何导致不公平和腐化，唤起了观众对权力运作的警惕。二、司法制度的虚伪和腐败。片中的肖申克监狱不仅仅是实体的铁窗和高墙，更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隐喻。影片中的官员和狱警表面上维护着正义和秩序，实际上却充满了腐败和虚伪。他们利用权力滥用，将无辜者投入囹圄，置之于不义的困境。对于权力的谋杀和权谋不露痕迹的隐藏，影片做出了鲜明的揭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肖申克监狱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的监狱，更是对司法制度的深刻隐喻，揭示了其中的虚伪和腐败。影片通过监狱官员和狱警的角色，巧妙地展示了权力滥用、不公正和虚伪的现实，使观众对司法制度的不完美产生深刻的反思。影片中的官员和狱警身居高位，表面上执法为民，实际上却滥用权力，肆意地摆布他人的命运。他们以自身的利益为先，对待囚犯的态度充满了虚伪。他们表现出一副正义的外表，却在背后做着违背正义的事情。这种虚伪让观众深感无力和愤怒，也使他们开始质疑司法制度的公正性。影片中的错误定罪更是司法腐败的真实写照。安德鲁·杜弗雷尼作为无辜者被定罪，暴露出了司法系统中的腐败和错误。官员和狱警无视证据，以及不考虑真相，将无辜的人送进监狱。这种不公正和错误定罪让观众看到了司法制度的缺陷，引发了对司法机构的质疑和怀疑。影片的情节也暗示了权力的谋杀和权谋的隐藏。监狱官员和狱警通过权力的滥用，实际上是在谋杀无辜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以种种手段隐藏自己的不当行为，使外界看不到他们的虚伪和腐败。最令人震惊和气愤的是，当证人坚定地说可以为受冤的安德鲁作证的时候，竟然被监狱长令人枪杀。这不仅令人震惊和气愤，更发人深省。这种权力谋杀和权谋的隐藏，是对司法制度黑暗面的巧妙揭示，引发了观众对权力滥用的深刻思考。影片中的官员和狱警身居高位，他们所代表的权力和掌控成为了影片中的另一层重要隐喻。虽然他们表面上是执法者，维护正义和秩序，实际上却滥用权力，将自己的私利摆在第一位，肆意地摆布着囚犯的命运。这些官员和狱警不仅在监狱外维持着权威，还在监狱内实施着各种形式的虚伪。他们以正义的名义对囚犯施加严苛的惩罚，却对囚犯的权利和尊严毫不在意。
影片中的监狱制度被用来对囚犯进行压制和控制，而不是真正的改造和重建。这种虚伪的做法让囚犯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中，也让观众对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影片中的官员和狱警的虚伪行为将正义和道德的边界模糊化，他们表现出一副正义的外表，却在背后做着违背正义的事情。这种不一致性让观众感受到了权力的腐化和司法制度的扭曲。观众不禁会开始思考，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是否还存在真正的公正和正义可言？他们开始质疑司法制度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影片中的这些权力角色不仅是囚犯们的压迫者，也是观众们的情感共鸣点。他们的虚伪和滥用权力让观众深感无力和愤怒。观众不仅仅是被动的观看，还被推动着思考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方式、司法制度的合理性以及人性在面对权力时的应对方式。影片中的错误定罪无疑是对司法腐败的直接揭示。安德鲁·杜弗雷尼无辜的被定罪，成为司法系统黑暗面的鲜明写照。他的案件揭示了官员和狱警无视真相、操纵证据以及违反正义的行为，将一个毫无罪行的人投入监狱，对他的人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影片中展示的错误定罪情节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司法系统存在的问题。官员和狱警对于真相的忽视，甚至故意掩盖证据的行为，揭示了他们将个人利益和权利维护置于公正和正义之上的现象。这种腐败导致了一个无辜者被置于牢笼之中，让观众看到了司法制度的脆弱和易被滥用的一面。影片中的错误定罪还暴露出司法制度中对真相的漠视。官员和狱警不顾证据和事实，将一个人定罪，只因他们有权利这么做。这种对真相的忽视，让司法制度失去了其正义和公正的基础。观众在影片中看到，这样的错误定罪不仅仅摧毁了个体的生活，也让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受到了动摇。影片通过展示错误定罪，引发了观众对司法机构的质疑和怀疑。观众开始思考，如果一个人都能够因为错误的原因被定罪，那么司法制度是否还能够被信任和依赖？他们开始怀疑司法机构是否能够真正维护正义和公正，是否有必要对司法进行改革和监督。影片中的权力谋杀和权谋的隐藏是对司法制度暗黑面的深刻揭示。肖申克监狱内部不仅仅是囚犯的监禁之地，更是权力斗争和阴谋的舞台。影片中的官员和狱警并非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维护正义和秩序，实际上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摆布囚犯的命运，将其置于更深的苦难之中。权力谋杀体现在监狱管理者以及狱警对囚犯的操纵和利用上。他们用权谋的手段将囚犯逼迫成为自己的工具，从而在背后达成他们的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无辜的人往往成为了牺牲品。安德鲁·杜弗雷尼的错误定罪即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无辜被置于监狱之中，成为了权力谋杀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影片中官员和狱警的权谋的隐藏也展现了他们如何在背后操作，掩盖自己的真实动机。他们在外表上维护正义，实际上却在幕后利用自己的职务谋取个人私利。这种权谋的隐藏让观众看到了他们如何利用权力的掩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对权力的滥用，更是对公正和正义的伪装。影片中权力谋杀和权谋的隐藏引发了观众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的警醒。观众开始思考，在权力的掌握下，司法系统是否真正能够维护公正和正义。他们开始怀疑在幕后发生的权力斗争是否已经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这种深层次的思考让观众重新审视了权力在司法系统中的作用，以及它如何影响了社会的正常运作。因此，影片通过展示权力谋杀和权谋的隐藏，揭示了司法制度中权力滥用和虚伪的一面。这种揭示不仅仅是对影片情节的探讨，更是对现实社会中权力问题的一种映射和反思。观众在观影后不仅仅会对影片的剧情感到震惊，更会开始反思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和运行方式，以及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3. 人性的扭曲和挣扎。影片中，安德鲁的坚韧和对自由的渴望，在监狱中成为一盏照亮黑暗的灯。他用自己的信念和行动，揭示了司法制度中的不公和腐败。与此同时，影片中的其他囚犯也都有着各自的故事，展现了人性的扭曲、痛苦和迷失。这些人性的缺陷，在黑暗监狱环境的映衬下，显得尤为深刻。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人性的扭曲和挣扎是影片的重要主题之一。
通过主人公安德鲁和其他囚犯的表现，将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深刻地呈现出来。安德鲁的坚韧和对自由的渴望成为影片中的一道亮光。尽管他被错误定罪，却从未丧失对自由和公正的信念。他用自己的行动和坚持，不仅为自己争取了机会，也为其他囚犯带来了希望。他的存在在监狱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黑暗的环境，揭示了司法制度中的虚伪和腐败。安德鲁的坚定和勇气呼唤着人们对正义的追求，激励着观众思考如何面对逆境。影片中的其他囚犯也反映了人性的扭曲和挣扎。每个囚犯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背后隐藏着各种迷失、痛苦和内心的折磨。他们或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违背良知，或是因为过去的错误而陷入自责和绝望。在监狱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他们的人性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和限制，扭曲和挣扎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人性的扭曲和挣扎在监狱的黑暗环境中得到了深刻的映衬。囚犯们在狭小的牢房中不断地挣扎着，他们的内心冲突和痛苦在片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这种环境下的人性充满了悲剧色彩，使观众不禁反思人性在逆境中的表现，以及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而有益于坚韧在影片中并不是被歌颂的主题，而是被描绘成在逆境中生存的必然选择。在监狱的恶劣环境中，安德鲁结交了名为雷德瑞的囚犯，展现了一种在绝望中寻找温暖和支持的人性。观众的觉醒与思考，《肖申克的救赎》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观众通过影片或许会开始思考，在真正的司法中，是否也隐藏着无辜者的呐喊？权力是否总是不可靠的？在自由的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束缚？影片通过对司法制度的批判和人性的探索，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充满挑战、复杂且深入的世界。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逃狱的影片，更是一部思想引导者，引发观众对司法正义和人性本质的反思，促使人们重新审视社会和人性的现实问题。这就是《肖申克的救赎》影片的独特之处。